我这次暂时离岗，更多的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干我们这行讲究攻守，不仅要和同行竞争，更要守住老客户。但记着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底线内，不要破坏行业的生态环境。只有蛋糕足够大，每个人分到的才会多。庄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辜负你，把后续工作做好。所谓销售高手，就是要把别人认为很简单、很白痴的事情做到极致。比如你们去推销产品。 不光要知道理论数据，更要知道产品如何配套，市面上的同类设备是什么，甚至各自的收费信息、医保信息，你们都要掌握。不但要会整理，更要会分析。还有问题吗 ？OK。庄姐，你这就撤呀？还有事儿啊？我昨天跟领导请示了，您不在这段时间，我想做您的工位。您也知道，我们这些新人连固定位置都没有。但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沾沾销冠的运气。领导都没意见，我更没问题。但首先要纠正你，成为销冠不是靠运气，否则我刚才的经验都白说了。还有暂坐可以，别放太多私人物品，否则等我回来你还得腾出地儿，麻烦。当然当然。庄姐，你可别想多了。小贾，想得多的从来不是我。我理解你年轻气盛、野心勃勃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优点。但记着我说的话，干我们这行也有底线才走得远。我在职场这么多年，最不屑的一个词儿就是内卷。或坐高位，或居人下，都得各凭本事。你很聪明，但有些道理，可能你未来才会懂吧。妈，妈，你别急，别急，慢慢说。谁不见了？何袅袅离家出走了？这个家要是没我爸，我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妈，袅袅都轨迹另一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要真能只身闯上海，我都对他刮目相看了。你别急，我待会儿就去车站问。现在工作人员都很负责的，看见一小姑娘独自出行，肯定会盘问的。你别急啊，你别上火，我给你信儿啊。谁啊？陈麦东？啊？何袅袅，你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你留个字条你就走了？妈担心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注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不平安无事了吗？这沈家有惊无险，这要出什么事就晚了。你先给廖姨报个平安。啊。你怎么逮着他的？我来上海开会，碰巧在车上遇见了。谢谢你，真的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没事儿，你好好跟他说。我先走了。你有急事儿？那也还好。那要不要坐下来喝杯水？也没有空吃饭答谢你。你在也省得我俩话不投机，我再揍他。你怂打孩子？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学着打。
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家里冷。什么意思？我总觉得爸还在家里，他想带我走。何娘娘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何叔那么疼你，怎么会带你走呢？正是因为他疼我，才想让我去陪他呀。你们不都说他去了更好的地方？说实话，其实我是想跟我爸走，但又怕这咱妈没法交代。何娘娘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尊重小孩的感应啊？我就是知道爸还在，他总跟我说话的。妹，我怎么会不尊重你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啊。但我们不能这么想。即便都是12岁，都是没有爸爸，你也不是我代替不了我的感受。娘娘，你的感受未必是错觉。世间万物的基础结构都是原子，包括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就是一种能量，只是看不见、摸不着。你朝夕相处的爸爸，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，所以你能感应到，也很正常。所以我爸真的还在房子里，对吗？他永远在你的心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可我想调到我爸的频道，告诉他我很想他，忘不掉他。有些话你不说，你爸爸也能感应得到。他现在应该很担心你，因为他的突然离开，对你们一家都是很大的打击。我们每个人上学要考很多的科目，但却从来没有死亡教育这一项。死亡烂透了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教育啊？娘娘，死亡呢，其实只是一场漫长的捉迷藏游戏。你现在找不到爸爸，并不代表你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。正因为你爸爸藏了起来，你才更应该珍惜身边其余的家人，不是？我爸爸他现在过得好吗？还会有什么痛苦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以我的专业来说，刚离开世界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，也不是遗迹，
而是正在经历某种生命的转变、孕育和孵化吧。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科学家们曾有过一种猜测：你身体里的亿万个原子开始疏远，不再受制于人类的形态，构成人身体的零件像毛衣一样被拆开，伴随着人的最后一次呼吸，这些原子开始分解，融入周围的土地，原子形成了新的组织方式。它们成为了赞美葵的叶子、带斑点的蜗牛、玉米核、甲虫的上颚，甚至是鸟尾巴上的一根羽毛。但这些原子，每一颗都携带着之前的标记，所以生命并不会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曾经的你，可能会拥抱，会笑，会皱眉，但现在，也许变成了与浪花共舞的海藻，在积雨云下摇摆不定的漏斗云，扑棱着身体产卵的小银鱼，或是滑行在漩涡里的鹅卵石。你的身体可以跨越大江南北，让草原伸出皱褶，让松树枝弯折，让白鹭扑打双翅。总之，你曾经渴望地登上山巅，漫游海底，征服天空，现在都会很轻松地做到了。刚才故事没讲完吧？后面呢？建议你自己去看书，《死亡的故事》，作者大卫·伊格曼。要参观一下吗？阳台的风景最好，可以看见东方明珠塔。不过是座电视塔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陈麦东，还好我了解你。不然我现在已经开始害怕了。你是对我家的灯有什么意见吗？取暖、照明，这些都对人的情绪有影响。暖光能让所有的棱角变得柔和，让人心神安宁。自己独处的时候，可以试试。结束了。哎，对了。你不是和王西夏一块住？这你都知道？忘了哪个老同学提了一嘴。
还没回来呢，相亲去了。怎么？以为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。陈白东，谢谢你。对你妹妹多一些耐心，坦诚是一切的解药。幸好今天有你，否则他把我给问烦了，肯定会告诉他，何叔是一定会上天堂的。你何袅袅要是想去那里，也得通过那儿的考试，差生是见不到亲人的。你可闭上嘴吧。你呢？还好吗？还好，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生而为人，只能节哀。带袅袅出去转转，你俩都是。陈麦东，你把我删了。什么？微信，把我删了。行吧，嫁过来吧。那事过了。什么事儿？车站。接吻。手机，赶紧的。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度量不太行。走了。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
你有儿自信吗？当然啦，爸爸以前承诺过好几次，全家一起去迪士尼玩。咱们今天就算把他这份一起玩出来了。不止今天，从今往后啊，咱俩要以身作则，带动咱妈和庄严，把和珅那份也活出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对的，那个记得我拍。挺直背。叔叔好。刚回来。回来了。叔叔阿姨好。张爷，哎呀好。哎呀，妹妹回来了。是的，没上海娘家。去哪儿了呀？上海。上海啊？上海迪士尼。啊，又美的。还不睡？你这腿还能动弹吗？换针一日，就跟个神经病似的，不知道有给谁看。告诉乡亲们，我庄杰回来了，咱们何家人丁兴旺，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孤儿寡母。此地无银300两。行了，你赶紧泡泡澡，歇着去。着什么急啊？一起待会儿。何娘娘睡了？啊，睡了。妈，你也别生他气了，他刚跟我保证了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儿。他呀，远不及当年的你懂事。娘娘也挺懂事儿的，只不过和我的方式不同。我不好，让女一个个都跟着我受苦。妈，你听过 motion 这个词吗？你觉得我能听过吗？外国词儿我就知道个 goodbye， 这辈子没干别的了，净跟人 goodbye 了。那著名的格林童话你肯定听过吧 ？Martian 这个词呢是童话的意思，源于德文，最初的讲述者都是女人。她们作为母亲，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纯净温柔的世界里成长。童话向来向人传递的都是一种不现实的幸福。这一点我不合格，没信过那玩意儿，也没耐心给你们讲。你知道这世上还有谁不相信童话也不屑于讲吗？谁啊？男人。所以啊，妈，谢谢你一直言传身教，让我们活在现实中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那是命不好，我巴不得给你们个个养成公主，都住在七彩泡泡里。算了吧，那泡泡一戳不就破了？太天真就是逃避现实。我和何袅袅是廖涛的女儿，都能从12岁一夜长大，您就瞧好吧。行了行了，你别闹，你睡去吧。行，睡前再嘱咐你一句话，歌德说的，又是个名人。世界级大文豪，他说过，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向前。哎，明儿咱就把这句话裱起来挂客厅。说的对，这歌德是个明白人。睡去。你也早睡啊，明儿还得起早呢。老何，今天断期，
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来送你最后一程。这个地方本来你是要来参加风筝比赛的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这人的脾气我知道，什么风筝不风筝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和和气气的，你就满足了。放心吧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一起好好过的。爸爸，我最近有在好好看书，还专门看了牛顿呢，所以我知道，能量既不能被创造，也不能被消灭，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。所有消失的生命都会用自己的能量去供养别的生物，生命就是这样循环的。爱德华·蒙克说过：“以我腐烂的肉身滋养花朵的生长，而我在花香中寻得永恒。”所以，爸爸，不管你是在天上，还是在海底，又或者你已经无处不在了，但只要你跟我还在同一个星球上，我就高兴。何叔，我们会一直想念你的。